风萧萧兮易水寒，千金散尽还复来。两岸猿声啼不住，车到山前必有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断肠人在天涯。定场诗一首送给各位，感谢各位的捧场。你可能没听过我的名字，那我就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家喻户晓里面鹬蚌相争的鹬，如雷贯耳里面震耳欲聋的雷，从没在文坛升起过的文坛巨匠，青史留名里面留下的苍蝇。我是作死小能手，我就是邓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之所以非要在开场整这么一段，绝对跟我最近愈发癫狂的状态没有任何一点关系。现在的人总想动不动就整个大新闻，总是想把家喻户晓、如雷贯耳、青史留名、人尽皆知作为人生目标。当然，实现这个目标最简单的办法之一就是成为一名文坛巨匠，编出点什么有趣的好听的段子。万一一下在网络爆火，就能马上家喻户晓、如雷贯耳、青史留名、人尽皆知。不过每当有人这么想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往往都是拉泡大的。我就怎么都想不明白，绝不后撤的将军成了罄竹难书的罪人，带队逃跑的吉尔反而成了民族英雄，甚至还要把这么个逃跑将军做成游戏公测以来的第一个限定 UP。他们是不是真觉得我的钱包就这么好骗呀？实在不行，你们在招文案的时候把我招进怎么样？至少我觉得我说人话的功底在正常人的范围内还算是合格的，并且废话功底相较于现在的文案师傅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能让各位点进这个标题听我逼逼叨叨到现在还没切入正题，绝对跟我们这期栏目叫杂谈没有任何一点关系，绝对是因为我人美声甜，轻易的就能让大家爱上我。杂谈杂谈，重点在杂不在谈，对不对？不杂哪有什么可谈的？不过言归正传，熟悉最近二次元圈的朋友应该听出来了啊，对，是的，我染上明朝了。讲道理啊，作为一个正常的大小伙子，每天玩玩游戏打打扑克不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即使之前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节奏，什么优化卡顿、剧情文案逆天、开着低配，剧情能跳就跳，不能跳的时候也在看血十字的我，莫名其妙的邮箱里多了好几十抽和一个自选5星，让我直呼这个游戏是真的良心。当然血十字也是真的好看，不亚于南方公园，都不建议正常人观看。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玩游戏的时候不爱看剧情，全是跳过，但是事后一定会去各处搜罗，好好看看完整的剧情到底在讲什么故事。就跟玩 DNF 时，哪怕那个 B play 团本我一次都没进去过，你要问我174 play 跟 play 174的那点破事我也能跟你讲上3天3夜。名垂青史流芳百世的永远都是故事，一个好的故事不仅能吸引人，还能够戳中人的心扉，引导人去深思去感悟。故事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帮助我们整理略显混乱的人生，寻找生活的意义。人对故事的爱好反映了人们对追求人生意义的深层次需求，而故事中真正戳人心扉的从来不是那冰冷的文字或者是略带温度的语言，而是故事中所蕴含的情感。情感让人类区别于动物，情感让每个人成为独立的个体，情感会让我看到小智拿到冠军时露出欣慰的一笑，情感会让我看到大河抄起榔头砸向凯多时被深深的震撼。正是对于情感的追求才让故事变得真正有意义。说小智说大河是因为作为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最近正好在玩 OPCG 和 PTCG 这些依托于 IP 的卡牌游戏，最大的优势就是当你看到这些卡片的一瞬间，你自然而然就会被这些卡片上的人物或者故事所感动。看到梦幻就会想起火红月丽草丛中的那个小尾巴，看到八神太一脑子里就会想起黄油飞，看到娜美就会感慨娜美的本子真他妈的好看。IP 卡牌的一大优势就是不需要通过剧情的铺垫就能让玩家感受到曾经那些故事的美好，而原创 IP 卡牌游戏虽然缺少了这部分的先天优势，但是它们却有着更高的可塑性。就像游戏王的每张卡图中都蕴含着一个故事，每个故事会连接成一个更宏大的故事，不同的 TCG 也有不同的展现方式。那么现在也就该进入咱们今天 TCG 杂谈的主题，笔给你，你来写原创 TCG 中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病态感情。不要问我为什么铺垫了这么多温馨感人的情节，结果却来讲病态感情，绝对跟我最近愈发癫狂的状态没有任何一点关系。究竟是肉体能源相互陪伴更重要，还是灵魂能源在一起更重要？我相信正常人应该都没思考过这个问题，除了在出轨被抓的时候会得到统一的回复，他只得到了我的肉体，我的心还在你这儿，以求谅解不被净身出户以外。如果你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跟法老王一样的特殊癖好的话，大部分情况下肉体应该是跟灵魂一起消失的，也就无从思考这个问题了。但是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文学创作上面，自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开始尝试将灵魂回归肉体这种对生命大不敬的尝试之后，好像真的开始有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到底是肉体更重要还是灵魂更重要。比如钢之炼金术师就在说灵魂更重要，毕竟弟弟只剩下个魂了。林正英系列或者活死人黎明就在说肉体更重要，毕竟僵尸除了生物的本能之外没有任何人类的意识。可是我总是认为这些思想论点或多或少有些本末倒置，不管是肉体还是灵魂都不重要，重要的难道不应该是问题中的陪伴二字吗？我们不害怕死亡，当然可能也怕但是我们更害怕的是失去是离别。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些离开的人反而才是幸福的。我时常跟我老婆说，如果咱俩注定要以死亡的方式分别，我希望是我先死，毕竟我可受不了没你的日子。但是你能受得了没我的日子？倒也不是所有故事里的人物都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游戏王里第10期的主角团里的究极妹控宁吉尔苏，我管你死的活的，在我身边最重要。美好的故事总是起源于年轻时的信仰。故事讲述了奥拉姆、夏娃、宁吉尔苏、青梅竹马带着大舅哥，他们仨带着他们的宠物小龙，为了拯救星辰之森的民众，摆脱机械骑士的支配，接受了妖精丽丝的愿望，踏上了解救星遗物的旅程。而过程中却因为不敌机械骑士，夏娃被机械骑士抓走。之后两人一龙带上妖精丽丝，又不得不踏上解
解救夏娃的旅程的故事。可年轻时的信仰总会被有心之人加以利用。丽丝为了满足自己成神的愿望，在众人解救夏娃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夏娃的夺舍。要不是他低估了宁杰尔苏为了救妹妹而爆发出的强大战力，一人手撕6大梦幻崩解，反骨单解一叉 link， 也不会导致夏娃的本体意识被一嗓子龙吟唤醒，而最终自尽，第一次成神失败。讲道理啊，我也想不到这一套幻崩拳我都打完了，还是哥布林没被禁之前的最终形态，能被一个4星攻1800守灵的反骨给翻盘了，这合理吗？合理吗？好吧，原来有隐藏效果。不过妹妹的死是每一个妹控都无法容忍的事情。你看这张响彻星一物的惨叫，这什么鬼翻译？宁杰尔苏脸上那空洞绝望的神情，大概就能猜到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了。当然哥哥他自然不会像我们所想的有个肉体陪伴他就足够了，一定要更贪心更有追求。于是他做了个机器人啊，对，没想到哥哥也是个老二次元了，做了个妹妹的等身手办出来，还取名叫加拉忒亚。我严重怀疑科乐美的制作组别有用心。加拉忒亚原本是个石头，皮格马里翁因为对现实中的女性失去了兴趣，于是用石头雕了一个自己心中的完美女性，然后深深的爱上了这个石头人，也不管他的大招是不是势不可挡，反正每天就对着雕像不可描述，然后感动了女神阿弗洛狄忒，把雕像变成了活人，也就是加拉忒亚。这下两人真的就没羞没臊的生活在一起了，甚至还有了个孩子。我严重怀疑那个孩子是孙悟空，所以加拉忒亚是形容爱人的名字，制作组把爱人的名字给了妹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为这个究极妹控再补充一层想复活妹妹的动机，还是宁杰尔苏在进化成为朗杰尔苏之后真的就是对这么个机器人产生了浓厚的感情。但至少我们能一直确定的是，宁杰尔苏想守护妹妹陪伴着妹妹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奥拉姆作为被星杯的选中者，他心中一直怀揣的是大爱，即使青梅竹马夏娃死了，我相信他所想到的也只会是生活还要继续，我要成为星之勇者。可宁杰尔苏他是被星杯邀引者，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成为什么星之勇者拯救星辰之森，他从来的目的都是守护他唯一的妹妹。他知道他明白奥拉姆的理想抱负，所以他知道他明白只有他能去拯救夏娃。为了世界，妹妹失去了性命，那么这一次就为妹妹创造一个世界吧。我相信这是宁杰尔苏心中唯一的想法，所以他造通天塔，引导心脏，发动地鸣，抬出星柜，都是想利用星柜的力量复活妹妹。虽然这有可能因为大地变动，星球被毁，世界消失，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的世界早就消失了。当然中间的故事，化身朗杰尔苏的宁杰尔苏发动地鸣成功，星柜被唤出，但丽丝其实没有死透，又出来捣乱，想夺舍星一屋的力量，世界差点被毁。奥拉姆结合所有的力量完成究极进化，化身大家王，最后甚至为了拯救世界，最终进化成了双星神，以牺牲自己为代价重启了世界，复活万物。在这个过程中，夏娃趁机被觉醒的守护龙复活，化身魅龙星，然后于2020年4月被禁止，世界得以和平。夏娃化身新剑士，跟随星一物的指引，带着小龙继续守护世界和平，算是打赢了复活赛。这些感兴趣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搜看一看，我就不过多赘述了。没想到啊，星被小龙捧成最大赢家。那宁杰尔苏去了哪儿呢？他隐性却不埋名的化身成为吉尔苏，成了新的季节骑士。手臂上那曾经属于夏娃的丝带，记录着他对夏娃的爱，一直隐藏在夏娃身边，默默的守护着她。不过吉尔苏的这个效果，每当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可以召唤出个加拉忒亚的 token 陪着自己，让我十分严重的怀疑他把自己也变成机器人，绝对是因为有了加拉忒亚，想和加拉忒亚送出说飞，不要夏娃了。我年轻的时候去家边上的卡店玩的时候，我是说我更年轻的时候去家边上的卡店玩的时候，因为老板的主营项目是万智牌，所以张贴了一大堆的万智海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张贴满了整面墙的超大海报，一个头发冒火的大姐姐和一个学了白眼一身紫色符文的大姐姐。那时的我还很年轻，玩的基本都是日系卡牌，看的都是那种萌萌的女性画风或者龙和机器人，真是一下子给了我不小的美式震撼。这种又大又白，穿的还少，有点人形又不全是人形的形象，居然我莫名产生了一些不该有的青春期激动，让我产生了好看好想拥有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于是我壮着胆子问老板外面贴的这个海报是什么游戏的时候，我明显看到了老板的表情，从刚开始时听到有人询问时的兴奋，再到看着站着跟他坐着差不多高的我时表情的明显失落，然后默默的告诉我这个游戏叫万智牌，1盒1200，可能变120。我倒不是多在乎钱，毕竟那时才多大，能对钱有什么概念啊？我主要是觉得这个游戏画风不好看，这一个个都是大满脸又老又丑，男的还多，还长得都蔫不拉几的，全是一堆小怪物，贼鸡巴难看。反正就是缺点一大堆，实在是没看上啊。对，唉。在最无力的年纪遇到最想守护的第3872个姑娘，实在是令人遗憾。不过好在万智牌除了卡牌产品，其实周边产品还是比较多的，比如它有漫画、小说、动画。我也是在之后的各类作品中慢慢了解到，原来海报上的那俩大姐姐，头发冒火的叫茜卓娜拉，紫色纹身的叫莉莲娜，是个活了好几百年的老妖婆。莉莲娜全名莉莲娜维斯，是个亡灵法师，是个彭洛克。彭洛克其实就是旅法师，就是之前天天卡牌老宣传的那个旅法师营地的那个旅法师。Planeswalkers 如果直译的话，应该叫做位面行者。这帮人的主要消遣方式就是穿梭于各个平行时空，在各个时空来回瞎溜达，没事就去这儿玩一玩，再去那儿玩一玩，顺手毁灭某个平行宇宙呢，都是家常便饭。观察者直呼内行。莉莲娜是万智牌最初一组5小强中代表黑色的彭洛克，美丽、狡猾、充满野心。估计很多人都被她在火花之刃中强大的表现震撼过。不得不承认，这个 PV 做的确实好看，而 PV 中所呈现的莉莲娜也是犀利无比，奋起反抗，直面老龙尼可拉基班。
不是尼可波拉斯，纯黑打3色，让我们看到了莉莲娜勇敢的一面。而通过贾露的口所讲述的在伊尼翠这个王者国度里，他和莉莲娜的故事，让我们更加确信最迷人的最危险。而我则更喜欢轨迹特工中所呈现的那个纯粹充满心机可以背叛一切的莉莲娜。稍微讲下轨迹特工的故事，是万智牌宇宙中的另一位传奇彭洛克，也是莉莲娜的前男友杰斯贝莲，对抗自己曾经的老板太子睿，并最终捣毁无垠联盟的故事。而莉莲娜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的是不断接近杰斯，并企图利用杰斯夺走联盟的角色。故事中莉莲娜之所以想夺走联盟，也是为了把无垠联盟当作谢礼，以求尼可波拉斯帮助他打破曾经和恶魔的契约。有人说莉莲娜她真的爱过杰斯贝莲，但我始终持反对态度。如果不是老龙的胁迫，莉莲娜甚至都不会感兴趣，不会去接近那个小她好几百岁的小老弟。那时她陪伴杰斯，只是因为杰斯对她有利用价值，她需要杰斯替她去完成任务而已。最好的证据就是他们当时已经躲到了艾玛拉的住所之后，莉莲娜面对卡莉丝的死没有任何的心怀愧疚，依然在不断的怂恿杰斯复仇，击垮联盟。这里稍微说一下，艾玛拉的住所你就把它当做万智牌世界中的安全屋就行。卡莉丝是杰斯最好的兄弟，而卡莉丝的死基本就是因为莉莲娜策划的袭击事件。如果莉莲娜她真的爱过杰斯的话，哪怕有1秒的犹豫，她都有可能就此放弃过去，和杰斯安度晚年。甚至虽然莉莲娜嘴上满口答应老龙，最后会把联盟当做谢礼送给老龙，但是我丝毫不怀疑得到权力的莉莲娜会反手给老龙一个大逼斗，然后大喊老娘忍你很久了。最好的证明就是在她得到锁链面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干死曾经帮助自己获得永生的可索菲。当然我严重怀疑莉莲娜这么做是因为当初可索菲帮她纹身的时候没打麻药，这也更凸显出了莉莲娜的小心眼、睚眦必报的性格。可索菲也真是的，省这么几百块钱麻药钱，最后害得自己连命都丢了。而莉莲娜会做出背叛杰斯的核心理由，在我看来更是直截了当，那就是对死亡的恐惧。莉莲娜应该是我所知道的彭洛克中对永生最为追求的。虽然对于死亡的恐惧应该说是人之常情，康熙大帝也想向天再借500年，但是更多的影视作品都在告诉我们，永生是枷锁，是诅咒，因为永生最终会让人失去一切。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懂得这个道理。最好的证据就是，除了莉莲娜在时间风暴之后火花变质，所有彭洛克都失去了永生的能力。莉莲娜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不断寻找永生的办法，而她之所以对永生如此渴望，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因为她不想死后去面对曾经被自己害死的哥哥。都说家是你最重要的避风港湾，但是如果你摊上莉莲娜这样的亲戚，我劝这个家你还是别回了吧。如果霍苏维斯能早点明白这个道理，也不至于下场如此凄惨。据史料记载，莉莲娜出身不错，在她出生的多明纳里亚时空，他们家起码算的是他们时空数1数2的大家族，父亲也是有权有势，基本算是个统治阶级。可以说莉莲娜出生就在别人的终点上，就像韩剧里的变态大反派基本都是财阀子弟。虽然生来就什么都有了的莉莲娜不至于每天以杀人为乐，但是人生一大乐趣就是泡少爷，这点也着实让他的父亲有些颜面无光。好在莉莲娜倒是天生好学，并且有着卓越的学习天赋，但是变态大反派基本都是财阀子弟，莉莲娜也自然不可能只对正统科学感兴趣，那是能够更直接的探讨生与死的魔法。司令术。好在莉莲娜不至于每天以杀人为乐，要不然估计早几年多明纳里亚就已经是第一个伊尼翠了。可事情的转折很快就来了，莉莲娜的哥哥霍苏受到了剥皮女巫的诅咒，高烧不退，抑郁不止，这可给一家子急得不行。但是他们爹在带兵打仗，莉莲娜的草药学老师安娜要不断的照顾伤员，一家上下只有莉莲娜有时间去照顾霍苏，就像宁吉尔苏要守护妹妹一样。就算莉莲娜再怎么自私，我相信那一刻的莉莲娜一定是爱着自己的哥哥的，不是骨科啊，就是血浓于水的爱，没有任何问题。于是莉莲娜就踏上了去替哥哥找解药的旅程。这里我得吐槽两句，霍苏这个症状就是撒癔症，在我们这个时空找个大师给画个符，把符点了，泡满符水，喝了睡一觉，第二天保准活蹦乱跳。编剧应该就是为了让莉莲娜不能白学这个死灵术，当然也可能是莉莲娜她爸只告诉了她不要跟头发竖起来飘在天上的阿姨说话，却没说不要跟会变成乌鸦的奇怪叔叔说话。本来莉莲娜是想用正经的草药学救她哥哥的，但是恰好要救治她哥哥的艾斯草根，因为他爸打仗都被焚烧了。这个怪叔叔就在莉莲娜耳边左一句你懂的，右一句你知道该怎么做，再横批补一句你哥他快不行了。年轻的莉莲娜哪见过这阵仗，但是仔细一琢磨，人家说的也没错呀。于是著名的染毒疗法出现了。这个时候你说莉莲娜还爱她哥哥吗？要我说，至少把药喂下去之前还是爱的，但是她一定爱自己超过爱她的哥哥，要不然怎么地不得找个猪啊牛啊羊的先试一试，就对自己的能力如此自信，直接就干，这下好了，彻底给他哥干死了，甚至可以说是生不如死，传奇灵勇就此诞生。稍微解释下，灵勇是万智牌里的叫法，其实就跟僵尸差不多，有生命的尸体，但是灵魂已经死了。是的，他杀死了他的哥哥，霍苏化为僵尸，开始袭击莉莲娜。这一刻你再问我莉莲娜还爱他哥哥吗？我相信莉莲娜一定会说我爱你妈个头，他刚才差点掐死老娘。不过也正因为霍苏的袭击，点燃了莉莲娜的火花，使她觉醒成了一名彭洛克。于是为了能再也不见到自己死去了的哥哥的灵魂，莉莲娜想出的绝佳方案就是我不死不就没事了。果然天才的思维真是与众不同，区别于宁杰尔苏和夏娃之间相互依靠的感情羁绊，莉莲娜对霍苏的充满敬畏也何尝不是另一种深厚的感情羁绊呢？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除了头发竖起飘在天上的阿姨，会变成乌鸦的奇怪叔叔跟你说话，也不要搭理他。
可能是因为影视作品中的死灵术士这类与尸体打交道的从业人群，大多数身世凄惨或者过得都不如意，让我们对同样与尸体打交道的殡仪馆工作人员，诸如入殓师、尸体搬运工这类本应受人尊敬的职业总是敬而远之。虽然我知道其中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相似的是，如果有一天你认识了个陌生人，他说他是个入殓师，你大概率会对他敬而远之。而游戏中的那些人物，如果有一天认识了个陌生人，他说他是个死灵术士，也大概率同样会对他敬而远之。不过这个敬而远之是个薛定谔的敬而远之，大部分人抵触的都是那些皮肤灰白、眼神空洞、头发雪白、身边总是不时跑过几个食尸鬼、手里拿着镰刀或者骷髅头的传统型死灵术士。可如果这个死灵术士是个穿着洛丽塔、怀里抱着个小耗子、脑袋上扎俩球的双马尾小萝莉呢？究竟是肉体永远相互陪伴更重要，还是灵魂能永远在一起更重要？虽然正常情况下这个问题应该没得选，但是如果有的选，我相信正常人应该还是觉得灵魂在一起更重要。要不然我费尽心机把莉莲娜的故事写在前面，你不会真的以为只是个无心之举吧？传奇灵勇哎！当然，如果你非要反驳我说你就希望肉体能做成木乃伊一直陪伴着你，那我十分有理由怀疑你是个跟白雪公主的白马王子一样的狗日的恋尸癖，要不然就是感染了血十字疱疹，确实喜欢对着大肠圈圈叉叉。这里说一下，我不是觉得恋尸癖有什么不好，就是单纯的看不起，犯恶心想吐，请退出我的视频，还给世界一片净土。好了，现在应该没有人觉得肉体永远相互陪伴更重要了吧？说回脑袋上扎俩球的小萝莉，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个看脸的世界。上一个让我为之心动的死灵术士还是 DNF 中那又大又白的灵魂收割者，但是他依然没有改变传统死灵术士的皮肤灰白、眼神空洞、头发雪白、身边总是不时跑过几个食尸鬼、手里拿着镰刀或者骷髅的传统形象。莉莲娜也只是头发颜色不一样，但依然没有跳出这类传统的形象设计。我印象中第一个打破这个死灵术士的传统形象的就是来自影之势力的露娜了，据说后来还去街头霸王里客串过，也足以说明她的形象有多可爱。初次见到这个小姑娘的时候，觉得她只是个人畜无害，在森林里迷路了的小可怜。要不是她一张嘴就是我能弄死你们，我能弄死你们，我能弄死你们，否则我觉得她真的有机会打破死灵术士都会让人敬而远之的刻板印象。原来露娜是个东北姑娘，挺好看的小姑娘，可惜长了张嘴。当然，露娜之所以会呈现出这种极其病态的反差，与她的经历自然脱不了关系。还记得本期主题吗？病态情感。要想了解露娜的情感究竟病态在哪里，咱们得先了解一下露娜的故事。在灾厄之森篇，亚里莎初次与露娜相遇时，露娜就展现出了强大的死灵控制力，基本上是见谁谁吃瘪，十分符合天地现状了。最开始只觉得这个小姑娘好像脑子有点问题，喜欢自言自语，无中生有的属于是。直到一打起来，突然爆衣召唤2个小鬼才明白，你看着她好像是自己一个人，其实是一家3口出来遛弯，以为是1v1真女人大战，结果人家不讲武德，拖家带口，把单挑就是一群人挑你一个，发挥的淋漓尽致。大部分人此时也基本都能猜到，露娜应该是因为某些变故失去双亲，然后觉醒成了死灵术士，把父母带在身边陪伴着自己。布鲁斯·韦恩听了直呼内行，老爷爷能学会这一套，那歌坛估计早就和平了。详情可以参考 DC 第51号宇宙，消除了杀人心理负担的蝙蝠侠肃清了所有的反派然后这个宇宙毁灭了。别人的世界毁灭不毁灭咱管不着，反正涅克萨斯倒是一直嚷嚷着要肃清世界，于是主角一行人就带着各自的目的踏上了阻止涅克萨斯的旅程。这段我得狠狠地吐槽一下别人都或多或少能讲讲上车的理由，露娜这感觉就是让亚里莎这个拍花的偏上车了一样，反正你也没地方去了，不如跟大姐姐一块去周游世界呀。然后露娜想了想，也对，家里也没人，这人多还热闹，那走着，就跟着走了。幸亏这不是在缅北，不然就露娜这模样指定不便宜。当然其实露娜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她的理由是找到拯救自己父母的办法。通过露娜的单人故事，我们将了解到，我们所看到的露娜和父母的灵魂对话，一家3口的其乐融融，其实都是露娜安慰自己所呈现出来的幻想。真实的情况是，露娜的父母在面对歹徒袭击时，为了保护露娜被残忍杀害，而这也促成了露娜能力的觉醒，她反杀了歹徒，将双亲的灵魂封存，禁锢在自己的身边。这种将灵魂禁锢的方式对死者其实是非常残忍的，会给死者的灵魂造成巨大的痛苦。剧情也揭示了露娜的父母其实并不会跟露娜交流，只会不住的痛苦哀嚎，连我这等没心没肺的人，光听这些哀嚎的配音都会觉得汗毛竖立，绝对不是第一次想的，有点突然吓了我一跳，更别提每天都要忍受这些哀嚎的露娜是何种感受了。正如伊丽丝在幻境中所说的，我本想创造出个能给所有世人都带去安宁的世界，可在这世上却没有属于你的安宁。露娜因为害怕失去父母，所以强行将父母的灵魂留在身边，然后为了粉饰自己所做的禁忌行为，将父母的哀嚎声替换成了和自己开心的对话。人生指导大师卡米尔曾经说过，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虽然露娜确实是因为很爱她的父母，所以希望他们能一直陪在她的身边，但是她迫使自己忘掉这段记忆，并加以美化，让自己免去愧疚，也实在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做出这种行为的人，我认为他不配享有任何的安宁。最好的证据就是在安宁的幻境中，露娜的父母一次又一次的想要打破这个幻境，并最终唤醒露娜真实的记忆。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能让儿女幸福是父母最大的愿望，但是最幸福安宁的环境却因为父母而最终崩塌。我实在难以想象这是因为经受了多大的痛苦才会让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好在露娜还是个有良心的孩子，
否则 SZB 的这段剧情一定会因为三观不正而过不了审核。经历了幻境中的一切之后，露娜也是幡然醒悟，她明白了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囚禁父母是种自私的行为，进而加入主角团，踏上拯救父母、救赎自己的道路。露娜的禁忌之情体现在，即使恐惧于父母的离别实属人之常情，但她为了能摆脱这份恐惧，却甘愿让父母承受更大的痛苦。这点我想绝大多数人即使能做到，也绝对不会选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祖宗传下来的道理必然有存在的合理性，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放弃天长地久。回到咱们最初探讨的那个问题，究竟是肉体能永远相互陪伴更重要，还是灵魂能永远在一起更重要？听了我这十几分钟的逼逼叨叨，你可能会认为我最终想表达的是灵魂能永远在一起更重要。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那我只能说我这篇散文写的确实比鲁迅的要散，因为我从来都认为，不管是肉体陪伴还是灵魂陪伴，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永远是陪伴。陪伴的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吃一顿晚饭，去一趟游乐园，打一个电话，送一份礼物。有时陪伴不一定是个实体的，你只要让亲人朋友明白你心里一直有他，我想他们就知足了。你是不是认为此时要上广告了？对不起，接不到。有空多陪陪你的身边人吧，不要等他们真的肉体磨灭、灵魂消散的时候，你再开始思考，是肉体能相互陪伴更重要，还是灵魂能永远在一起更重要？本期 TCG 杂谈到此就正式结束了。其实各类原创 TCG 中有趣的故事还有很多，但是我实在是懒得写了。感兴趣你们自己去搜吧，比我这叨逼叨的效率要高多了。我是做思想能手能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下个视频再见。